特朗普副手表达明显的亲俄态度，欧洲巨变，乌克兰该何去何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报复，台湾购买陆基 AIM-120，乌克兰网军将成为独立军种，诺格开发新型巡飞弹。10月26号，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J.D. 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必须放弃俄罗斯占领的领土，以结束战争。万斯指出，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都缺乏足够的资源，无论是人力、武器还是资金，两国已经精疲力竭，因此乌克兰必须与俄罗斯谈判，达成共识。他多次强调，乌克兰应当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但从未提及要求俄罗斯撤军。如果万斯所说的正是特朗普所谓的24小时内结束战争的新计划，那么乌克兰很可能不会接受这一提议。在周六采访中 ，J.D. 万斯拒绝将俄罗斯总统普京定性为敌人，而是称为对手和竞争者。万斯补充道：“我们在外交上也需要保持智慧。仅仅因为我们不喜欢某人，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和他们对话。”当主持人问及关于普京是盟友还是敌人的提问时，万斯进一步表示，如果我们要结束乌克兰战争，最终还是需要乌克兰、俄罗斯以及我们在欧洲的北约盟友之间进行某种形式的谈判，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然而，乌克兰方面对于领土让步持谨慎态度。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如果特朗普的和平计划涉及割让乌克兰领土，那么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平方案。乌克兰的立场是坚持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为了谋求和平而放弃任何领土。所以，随着美国态度的改变，欧洲对乌克兰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波兰总统杜达在10月25号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明确表示，波兰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新武器，包括波兰为军队订购的坦克、自行榴弹炮、导弹发射器和轻型攻击机。这一消息是在韩国总统宣布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支持其对抗俄罗斯的战斗后发布的。在访问期间，杜达与韩国外长尹锡悦举行了会晤。尽管乌克兰领导人已经直接向波兰提出了提供这些武器的请求，但杜达的回应是明确的。他指出，波兰没有考虑过转移用纳税人资金获得的武器给任何一方，这些武器是波兰为了加强自身安全而购买的。波兰一直是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入侵中的重要盟友。从2022年2月以来，华沙已经向基辅提供了包括坦克、装甲车、榴弹炮、战斗机在内的多种装备，主要是转移过时的苏联设计装备。然而，在过去的1年里，由于包括波兰禁止乌克兰粮食进口等有争议的问题，双边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这也影响了国防合作。尽管波兰的武器交付已经基本停止，但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的中间派政府继续支持乌克兰。两国在24年7月签署了一项安全合作协议，预计波兰将支持乌克兰国防工业与西方合作伙伴整合，并在遭受袭击时加强两国之间的防空合作。泽连斯基在晚间讲话中表示，俄罗斯并不想要和平，正试图增加国防生产，进行更大规模战斗。乌克兰合作伙伴应当做出更强有力的决定来支持乌克兰，否则只会鼓励俄罗斯进一步的攻击。然而，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现在对乌克兰的热情都十分有限。虽然乌克兰表达出绝不投降的决心，但支援的减少会让乌克兰的抵抗变得更加困难。10月26号，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一次针对性防空阵地和远程武器设施的报复性打击，旨在削弱德黑兰的进攻与防御能力，并突出以色列的深度打击能力。此次行动主要是由以色列空军发动，属于一次有限的袭击，目标是伊朗的防空设施和导弹基地，意在为更大规模的后续行动铺平道路，威慑伊朗不再进行进一步升级冲突。此次袭击符合美国拜登政府的指导原则，严格瞄准军事目标，尽量避免平民伤亡。据《纽约时报》援引的消息称，以色列的打击目标包括了德黑兰的伊马穆霍梅尼国际机场及其部署的 S-300防空系统。此外，至少有3个革命卫队导弹基地也遭到袭击。
而德黑兰郊区的帕尔钦秘密军事基地则成为以色列无人机的目标。卫星图像显示，帕尔钦的一些设施被摧毁。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这次行动代号为悔改日行动，分3波空袭。第一波攻击目标是伊朗的防空系统，第2波、第3波则侧重于导弹和无人机基地及武器生产场所。根据社交媒体上的卫星图像，伊朗霍吉尔的固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工厂也受到了破坏。袭击的背景是伊朗在10月1号对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轰炸。以色列的反击旨在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以确保自身的国家安全。以色列国防军发布的图片显示，参与行动的 F-15和16战斗机完成了打击任务。空军司令巴尔少将对此次行动表示赞赏，称其证明了以色列的打击能力。伊朗当局对这次袭击予以强烈谴责，称这次袭击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并保留作出回应的权利。不过，伊朗官方媒体对袭击的影响轻描淡写，声称防空系统拦截了大部分导弹，造成的破坏有限，并未对平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当前，以色列和伊朗的紧张局势仍在持续，未来局势的走向尚不明朗。这次袭击是否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升级，以及各方如何应对这一局势变化，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以色列和伊朗的相互报复主要源于双方在地缘政治、宗教以及国家安全方面的深刻矛盾。以色列长期视伊朗为其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尤其是在伊朗发展核武器、支持反以势力。以色列认为，伊朗的军事力量和其影响力的扩大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了直接威胁。为此，以色列采取了包括袭击伊朗军事设施等一系列军事手段，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和遏制其扩张势力。另一方面，伊朗也将以色列视为敌对力量，认为其是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对伊朗及其盟友构成了威胁。伊朗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等反以组织，试图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同时向周边地区扩展其自身的影响力。伊朗的目标不仅是维护其在中东的地位，更是为了与以色列及其盟友抗衡，阻止他们对伊朗的包围和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相互报复成为了一种常态化的军事行动。从伊朗对以色列的火箭弹袭击，到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设施的精准打击，双方在这种零和博弈的框架下不断试探对方底线。每一次报复行动都是对对方的威慑，也是对本国国内民众的展示力量。这种相互报复的循环不仅激化了双方的敌意，还使得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国际社会在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可忽视。美国一直是以色列最坚定的支持者，不仅在经济上给予援助，还在军事和情报上提供了大量支持，这使得以色列在对抗伊朗时底气十足。而伊朗则在国际上寻求俄罗斯的支持，以应对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大国之间的博弈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种地区冲突的持续升级。双方的相互报复之所以难以停止，还在于缺乏有效的外交沟通渠道和信任机制。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双方对彼此的态度始终敌对，缺乏任何能够缓和紧张局势的契机。而中东地区的复杂民族和宗教矛盾以及外部大国的介入，使得冲突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美国政府25号宣布向台湾出售3套国家先进地对空防空飞弹系统及相关配套。这套机动防空系统可以搭载射程达到50公里的 AMRAAM-ER 等各类导弹，与台湾空军现有的导弹型号相符，因此具备高度部署灵活性，对提升台湾的中程防空战力有重要作用。自由时报通过图解军武的方式，详细分析了这款由美国和挪威共同研发的新型防空系统。NASAMS 由美国雷神公司与挪威的 Kongsberg 公司共同研发，其最大的特点在于能够灵活使用多种防空导弹，包括美军的 AIM-120 先进中程空空导弹、AMRAAM-ER 增程型导弹以及 AIM-9X 响尾蛇短程导弹等。也可以使用欧洲的 IRIS-T-SLS 短程导弹，而 AMRAAM-ER 的射程超过了50公里，能够在敌机或者巡航导弹接近前以超音速摧毁目标，具备极强的威慑力。
根据这次军售协议，美国还向台湾出售了123枚该导弹，这对台湾的防空能力有显著帮助。此外，太空军此前已经从美国采购了足够的 AIM-9X 和 AIM-120系列导弹，用于战斗机执行空战任务。因此，这些导弹也可以用于 NASAMS 系统，从而保障台湾关键区域的安全。NASAMS 系统的编组通常是包括一辆指挥中心车、一套 AN/MPQ-64F1 哨兵雷达及若干导弹发射车。台湾这次军购中还包含了3套哨兵雷达，最大探测范围可达120公里，并能同时追踪60个目标。此外，美国还向台湾出售了 AN/TPS-77 和 AN/TPS-78 远程雷达，探测范围分别为300公里和440公里，对于维护台海地区的空防至关重要。NASAMS 的一个重要优势呢，是其部署和撤离速度快。到达战术位置后，它可以在15分钟内完成部署，并在侦测到目标后10秒内发射导弹。执行任务后，系统的撤离时间约为3分钟，大大降低了被敌方打击的风险。该系统已在多国服役，并在俄乌战争中表现出不俗的实战表现。乌克兰在获得了美国援助的该系统后，用其成功拦截了俄军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证明了系统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台湾目前的防空系统包括了陆舰2短程防空导弹、天宫系列防空导弹和爱国者3型防空导弹，分别用于不同的防空层级。NASAMS 的引入将填补台湾在中程防空上的不足，预计将部署在大台北地区及重要的军事设施周边，为关键目标提供更为全面的防护。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正在开发豺狼，这是一种由涡轮喷气发动机驱动的新一代巡飞弹，专为精确打击任务设计。该武器具备多功能性，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携带致命或非致命的有效载荷。豺狼巡飞弹在2022年5月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举行的特种作战部队行业会议上首次亮相。这款飞弹的速度超过了600公里每小时，航程达100公里，具备15分钟的滞空时间。开放式架构设计允许灵活集成各种弹头、电子战系统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设备，并且可以支持高达10磅的模块化有效载荷。豺狼巡飞弹是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与 AeroVironment 公司合作开发，其设计是基于 AeroVironment 公司的另一款巡飞弹 Switchblade 600的框架进行改进的，填补了现有的 Switchblade 的300和600之间的空白。豺狼结合了更大的射程、更高的速度和更强的有效载荷能力，使其在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动态战斗环境中具备极高的灵活性。豺狼的增强制空能力也使其成为执行 ISR 任务的理想选择，可以在有争议的环境中长时间盘旋、收集情报，并在合适时机发起攻击。涡轮喷气发动机让其具备超过6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能够迅速应对出现的威胁，保持战术优势。豺狼的飞行控制系统提供了高级功能，例如 GPS 距值导航和自动瞄准机制，支持目标识别、捕获和态势感知。模块化有效载荷设计允许豺狼同时具备致命和非致命效果，使其在作战灵活性上优于传统导弹系统和其他巡飞弹。豺狼巡飞弹具备高度敏捷性，还可自主操作，并通过预设航路点进行导航，还能在飞行途中重新分配任务。一旦锁定目标，它能够快速加速进行拦截，为战场提供前所未有的速度、射程和精度，树立了战术优势的新标准。豺狼的开发呢，正值全球巡飞弹使用量迅速增加之际，尤其是在乌克兰冲突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该武器系统预计将成为现代军队在战场上经济高效且适应性强的精确打击和监视工具。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0月25号的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克兰军方议员及专家正在讨论在乌武装部队框架下建立专门负责网络空间行动的独立分支机构。据悉，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其脸书官方账号上发布了这一消息。乌克兰军方代表、最高拉达国家安全、国防与情报委员会成员及多位专家共同探讨了创建网络部队作为武装部队独立军种的概念草案。
会议由总参谋长阿纳托利·巴尔吉列维奇主持。会上，与会者审议了概念草案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参考了其他主要国家在建立和运营网络部队方面的经验。此外，他们还分析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及其他部门在防御俄罗斯军队期间的网络作战经验。与会者根据网络空间行动中安全和防务部门的职责，明确了网络部队的核心任务和职能。报道称，总参谋部强调，建立独立的网络部队将显著增强乌克兰军队的能力，确保有效策划和执行各种网络任务。网络空间已于陆上、海上、空中及太空作战领域并列，并成为独立的作战领域之一。此前，乌克兰已经成为了第一个建立无人系统部队并将其作为独立军种的国家。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